萧三少夫人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你真的长得很像我的太太。可惜她已经离开了中国，虽然很像，但终究不是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有些假象这是暂时的，等时机到了，他就应该为内心卸下伪装。萧副司令，我长你几岁，不敢妄称大哥。我送你们几句话，希望你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由内心出发，不要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了。陈彦青，开枪！沈大哥，沈大哥，沈大哥。沈大哥，郑俊义，俊义，沈大哥，把他们枪下！放下！先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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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大哥，微臣要照顾好家。沈大哥。沈大哥，你不是已经去火车站了吗？你为什么没有走？为什么？淑仪，淑仪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，沈大哥，你不可以离开我。我们还是再见。不要，沈大哥。沈大哥，沈大哥，沈大哥，对不起，连一块墓碑都不能为你做，就像这潺潺流水，永不干涸，我们所有人都会铭记。沈大哥，安息吧。我知道你是带兵打仗的人，你知道如何取得胜利，置死地而后生。新世界只有在推翻旧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诞生，只有推翻之后进行深入的改革，从根本上推陈出新，不然这种推翻就是温和的变革，不会持久的。微臣，比起让军阀彻底消亡，我们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，成为我们坚实的力量。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了我们的国土家园，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，燃烧起自己的血性，团结一致，寸土不让。
森哥，司令来电报了。北辰吾儿，燕青之事，为父已知晓，痛心入骨。康敬雄与日本人狼狈为奸，燕青以身殉道，灭此豺狼，为民族之英雄，亦为你终生之榜样。今后凡事只要利民利国，灭敌凶焰，你放手去做便是，为父全力支持。日本人狼子野心，图谋已久，我辈即面对汉敌，绝不退缩，亦不可与虎谋皮，终生不可丧失军人之人格。报宁为玉碎，勿为瓦全之心。卖报卖报！日本出口关税和本地日起税点全部增加30%。莫虎令，应该是这儿吧？徐大公子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谁说我要哭了？我开心啊！别勉强你自己。我有勉强吗？我看他和沈大哥在一起，不应该开心吗？你放得下吗？淑仪对沈大哥的爱，已经超乎了一些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。沈大哥对于淑仪来说，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，更是一种信仰。如果我爱的人，我希望他们幸福。
副司令，加急密电，连夜送过来的。哪儿来的？情报处。萧司令由没返回，北平至北新途中护送的专车遇难，无人幸免。副司令，下去吧。是。卖报！北新通电全国，萧司令所乘专车失事。卖报！慢点，七爷，快点！老三哥，七爷，七爷，老三呢？三更了。三哥忙了一夜，刚刚去盥洗室洗洗手。七爷，三哥，淑仪，老三，你们怎么来？快看看这报纸，上面说你爹他遇袭了。你还当真看这报纸啊？我今天早上还跟他们两个说来着，这事儿一定得瞒着你们。放心吧，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爹没上那辆车。啊！不过，郭副官他们，这可是这七爷，您放心吧。今儿一早，爹给我发电报，说北一北望这俩小鬼头下了飞机，非吵着说要去吃糖葫芦。结果，爹就带着他们出去了。这不，爹也是刚下了飞机，腰腿都不舒服，才临时决定说要在北平待2天。三哥，你可别骗我吗？你现在连三哥说的话都不相信了？爹真要出事了，我还能站在你们面前唠叨半天？老三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大的事儿！好了，七爷，您就放心吧。下个月初7，就是我爹60大寿了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您赶紧着手去办吧。子俊、伟业，这种不权威的报纸，就应该赶紧给我查封了。是。对，赶紧查封。这一大早的，看得吓死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老三，安抚好郭副官和那些随行的家属。那，走吧，七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嗯。哎，你们注意安全啊。得嘞。江副官，送七爷。是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先下去吧。走吧。咱们父子俩打一赌，我赌你1个月之后，你自己肯定会灰溜溜的跑回来。好，我就跟你打这个赌。对不起，又给你惹祸了。你小子，给我惹的祸还少啊！啊！打你这混小子生下来，我就命中注定一辈子操心的命。今天他们要杀我，就因为我是你萧海山的儿子。作为一名战将，如果被情感牵扯得太深，他将一事无成。
一个不珍重生命、不珍视情感的人，做不了大将。真是奇怪呀！我们的人明明亲眼看见萧海山上车，报纸竟说萧海山不在车上。难道他真的中途下车了？东大营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一切如常，并无异样。如果萧海山真的死了，那这十有八九就是萧北辰的缓兵之计。可是万一萧海山没死，影军军心不乱，我们就无法离间影军新旧两派。而且，江昭义这个时候提出调任北上，恐有挑拨离间之嫌。你马上派一份急电，给我们在北平的情报机构。是，属下去确认。还有，密切监视萧府上下，看有无异常。是。副司令，目前东大营已全体进入警戒状态，已经按您的指令，全面封锁总司令遇难的消息，所有知情者都统一口径，绝不外泄。北平那边已经发过去了密令，相关证明正在处理中。谢了。当务之急，必须先稳定军心，以免旧派趁乱起事。总司令一职，也绝对不能让亲日派染指。我会亲自给陈林发封电报的，我会跟他说，全力斡旋。千头万绪我在海里寻觅，花心难离，有太多迷离。手握清风，采摘东篱，一起有过谁人与我相依？千丝万缕我在海里回忆，繁华隐去了太多风雨。唱歌一曲，依稀梦里男人与我别离。你说司令他们真的没事吗？报纸上都说了，司令没在车上。报纸上说的还能有假不成？不然三少爷哪还有心思天天到处应酬啊？也是，我们司令和小少爷们真的是福大命大。你们两个，别嘴碎了。三少爷不让说这些，快下去。是。明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两个小丫头就是嘴碎，三少爷不让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这几天都没送报纸过来，三少爷也没来这儿。你跟我说实话。少奶奶，少爷就是怕您担心，才不让说这些的。前几日报纸上说，老爷的专车失事了，幸亏老爷和小少爷都没有上专车，这才逃过了一劫。司
司令他确定没事吗？当然没事了。戚夫人也是非常担心，当天就去东大营求证。三少爷给戚夫人看了老爷从北平发来的电报，这才相信老爷和小少爷都平平安安的。这2天正准备寿辰的事儿呢。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。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来鸿对去雁，宿鸟对鸣虫。三尺剑。来，老三回来了。啊，我就回来看看。我看你啊，为了我爹这寿辰，家里边已经张罗得七七八八了。可不是嘛，戚夫人特意定制了花架，说是要用鲜花绿叶装饰着，才显得鲜亮。还有你啊。啊。哎，你怎么下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我就回来看看家里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我一会儿还得回东大营去。哎呀，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你就忙你的吧。哦，对了，卡尔，老三，司令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带老五老六回来呀？七爷，您别着急。爹他发电报了，说再过10日就带着老五老六回来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这2天老是心里慌慌的，可能就是那个什么破报纸遇袭的事儿给闹的。兴许你是想爹想的吧？切，瞧你说的，你赶紧回去吧啊！你这2天是不是累了？眼睛都红了。可能有点吧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那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？来，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三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你哭了。你瞒得了戚姨他们，瞒得了所有人，但你瞒不了我。何晴，爹死了。北一北王都死了。
我爹为我操心了半辈子，我却因为我娘，我恨了他半辈子。他希望我好，希望我成熟，而我偏偏跟他对着干。我去花天酒地，不学无术。现在想来，我与我爹的半生情分，竟然是在对抗中度过的。跟我娘一样，她现在也走了，我再也没有办法找她道歉了。我没有办法找她道歉了。三哥，爹一定不会怪你的。都说父子连心，你想跟他说的这些话，他肯定早就明白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立誓，我绝对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憎恨他的愚忠，他的迂腐，最恨的就是他的墨守成规。可是当我参了军，统领了成百上千的将士，在战场上我才意识到，有了规矩才成方圆。我没能为他分担什么，可他却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太多。我欠他的也太多太多。三哥，就像你一直敬重着爹，爹肯定也一直为你骄傲的。他能把尹军交给你，放心去美国治病，就说明在他心里，他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，他觉得你值得托付。所以三哥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一定不要让爹失望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。夫人，在这边。柔克小姐，刚刚我来的时候，听医生说你的伤已有好转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其实今天我来，是想求你帮忙。北辰他现在陷入困境了。只有你才能证明康庆雄的罪恶。我知道这个愿望有点自私，
是除了祈祷奇迹发生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还记得你当年为了子正来找我吗？我想你应该会明白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三哥，由你担任直北驻防军总司令的申请已经提交上去了，乘务员那边也派了一些反日同僚从中周旋，还有一些外国公使也在帮忙施加压力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胜算就大了许多。不管江兆义和那群日本人怎么样颠倒黑白，委员会也不可能不顾舆论压力草率做决定。行了，你替我谢谢陈委员吧。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萧伯遇难的事情，瞒的时间越长，对我们越不利。三哥，季小姐醒了。你说什么？季如柯小姐醒了，她现在不仅清醒了，还同意亲自到南京去作证。不过金小姐去作证的事情肯定瞒不了多久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她送过去。韦爷，你先行一趟去找陈委员，待金小姐抵达南京之后，再做相关事宜的安排。好，知道了。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直北第1集团第1军萧海山司令因病抢救无效，终年60岁，特此讣告，另委任萧北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直北第1军总司令。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！想不到这个萧北辰竟会如此深沉隐忍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给了我们措手不及的一击啊！会长，我们与萧北辰可有杀父之仇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？我们先搬到北新交界的领事馆，目前那里最安全，萧北辰不敢轻举妄动。你马上电告袁靖内阁，尽快安排我们撤离。是。你们就这么走了？认输了？凤七小姐，不必着急。军部已经织了一张很大的网，整个中国都在这张密不透风的网中。等我们卷土重来的时候，北新就要变天了。七爷，我将爹、五弟还有六弟都带回来了。老三，难为你了。营司令、五少爷、六少爷，回府。
夫人，这是三少奶奶和四小姐特地吩咐厨房做的人参白芍烧肉汤，给您补血气的。夫人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老三，你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！姐，你怨我吧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对不起你了。我怨你什么？怨你为了大局，扛下所有的压力，承担一切的痛苦，还是怨你隐瞒了消息，避免了影军旁落他人？你说，我该怨你什么呢？来，起来。老三，你是司令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孩子。都到了吧？今天叫大家过来，是有些事情想要交代。现如今，咱们萧家遭此大劫，往日的繁盛已经烟消云散，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都说大难临头，飞鸟各投林。从今日起，咱们大家都散了吧。夫人，戚夫人，桂叔，戚夫人，起来。戚夫人，云逸，起来。起来。戚夫人，大家的心意，我都明白了。老三，你现在知道你爹对你的良苦用心了吧？你作为萧家的长子，更应该像你爹那样，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。须知国将不国，何以为家？如果单为一己之私，苟活于这半边天下，与虎狼之辈嬉笑敷衍，只会是自寻死路。现如今，咱们萧家家破人亡，就是教训。我今天就做这个主，将萧家所有的家产变卖，充为军费。萧北辰，这个国仇家恨，必须得报。戚，您放心，这些害我家国的日本人不图我，我枉我爹一辈子教诲。杭锦，你跟老三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又团聚了。你们两个要珍惜这个缘分，特别是老三，你要照顾好杭锦，
绝对不能辜负他。是。淑仪，你收养了燕青的孩子，现在也是做娘的人了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懂事儿了。你要好好的教养科儿。他父亲是个大英雄，好好的照顾他。我知道，您放心，科儿就是我的亲生孩子。你们不用再想着服侍我了，过些日子我会去美国。你们趁着仗还没打起来，赶紧回老家。留在北新也是麻烦，别拖了三少爷的后腿。七爷，我们怎么能放心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呢？跟老五老六分开这么多年，我也挺想他们的。我想去他们学习、生活的地方看一看，你就成全我吧。我说的这些你们都是明白的，照我说的去做。戚夫人，我们真的不想走啊！老叶，这么急找我什么事？关于丁若庸的死，有线索了。沈先生是被陷害的，我派人跟踪了木子正，发现木子正定期会去济世药铺帮他母亲抓药。可昨天座堂大夫正讲问他母亲病情时，他却含混了过去。我的人便起了疑，跟到他的住处，却并没有发现药渣。跟周围人打听，也并没有看到老太太居住在此。那看来莫子正的嫌疑是洗不清了。我们要不要马上告诉总司令？先不用，不要让三哥再操心了。如果莫子正是青年会的内鬼，我们绝不能放过他。你说这日子过得还真是快呀！一晃，我嫁到萧家已经有20年了。我知道，那些太太们表面对我奉承、讨好，其实明里暗里的没少讽刺我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年纪轻轻嫁给你，不过就是贪图你萧海山的权势和财产。其实，连你都不知道吧？那一年，我第一次在街头看到了马背上英姿勃发的你，那一眼钟情，便是一世相随。
这些年跟着你走南闯北，最后在北新安家，看着你在刀光血影、阴谋陷阱中隐忍克制，如履薄冰。在这乱世之中啊，你始终护着我，护着这个家。我的所念所想，也只有你懂。司令，5年陈酿的绍兴黄酒，你最喜欢了。你知道吗？能嫁给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不知道老5、老6在你那儿有没有听你的话，乖不乖？司令，我想你。我也想你。欺负人的，欺负人。七爷，我知道您这么做是不想让我有后顾之忧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
进。阁下，萧海山戚夫人的葬礼刚刚结束，萧府上下哭声一片。萧家的覆灭一旦开始，止也止不住了。袁敬内阁同意我们撤离了。袁敬内阁称，最近会有新的任命，商议决定后会通知我们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通知郑凤琪，孙团长那边让他保持联络，确保随时启用。至于穆子正，把他母亲还给他吧。还给他？我们不需要拿他的母亲作为要挟了吗？他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他身上背着中共和青年会的血债，是他最大的挟制。我们撤离在即，一个羸弱的老母亲，就交还给他的儿子好好照顾吧。不过，你还是要去见一下他，让他安心蛰伏。明白。娘，有什么东西要带的，千万别忘了，记得药千万备足了啊！子正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急匆匆的回来，突然就说要走。我，就是生意场上得罪了一些人吧。子正，你跟娘讲实话。我回来之后，你不让我回家住，把我安排在城郊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出事了。娘，您别担心我，这生意场上遇到点麻烦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咱们就出去避一避，等事情解决了，咱们再回来。哎，那位丁先生呢？你不是一直跟他做生意吗？他一直很照顾娘。是个好人，你要是遇到问题，能求他帮帮忙吗？我也不能每次都找他帮忙啊，对不对？娘，你最近是不是不太舒服？我看你气色都不是很好。要不这样，你先进屋休息，东西我来收拾。好。娘，你怎么了？这什么药啊？是止疼药，我经常晚上疼得睡不好。让我看一下。这药我从来没见过，是谁给你买的？是我自己买的。娘，你一个人连门都没出过，你怎么会自己买药去啊？
这是止疼药，那你干嘛逼着我偷偷吃啊？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会把你的意思传达给佐藤先生。东南大街到了。总司令，见。发现木子正落脚点了，在哪儿？前顺面粉厂。夫人，江副官，总司令不在吗？啊，他亲自和叶处长去抓捕一个叛徒了。叛徒？啊，谁啊？就是青年会的木子正。什么味道？啊，三哥。小心！前面是。怎么回事？医生是提前埋伏好的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。废物！阁下，你们先撤，我去楼下拦住他们。跟我来。